小朋友们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怡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成语故事，叫做自相矛盾。你们知道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吗？有没有听说过韩非这个人呢？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聪明绝顶的思想家韩非，还有这个成语的由来吧。韩非是一位生活在大约2300年前的超级聪明的人。那时候，中国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家，而是分成很多小国家。韩非就出生在其中一个叫韩国的小国家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可能会想，咦，韩国？那不是现在的南韩或北韩吗？其实这个韩国和我们现在知道的韩国不一样。战国时代的韩国是在现在中国的河南省一带，是当时中国的一个小国家。战国时期，中国有7个强大的国家：秦、楚、齐、燕、赵、魏、韩。这7个国家被称为战国七雄。韩非的祖国韩国虽然是七雄之一，但实力比较弱，常常受到其他大国的欺负。这也是韩非想要帮助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强大的原因之一。韩非非常喜欢学习，他跟一个叫李斯的同学一起上课求学，他们的老师是一位很有名的思想家荀子。荀子教导韩非要多观察、多思考，不要轻易相信别人说的话，而是要自己去验证。韩非虽然很聪明，但他有一个小缺点，说话会结巴。结巴就是说话不流畅，常常会卡住或重复一些音节。不过，这并没有阻止韩非努力学习和思考。韩非最关心的是如何让国家变得更好。他有很多想法，就把这些想法写成很多文章给他的国王看。可惜的是，他的文章都没有被采用。后来，韩非写的一本书《韩非子》传到了秦国。秦国的国王看了这本书，觉得里面的内容太棒了。他说：“这本书真是太厉害了！要是我能见到写这本书的人，那该有多好啊！”这时候，韩非的同学李斯告诉国王，这本书是韩非写的。国王听了很高兴，他真的很想见韩非。于是，国王用了一个不太好的方法，他威胁说要打仗，逼韩国将韩非送到秦国来。于是，韩非就来到了秦国，准备和国王见面。可是，事情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样顺利。韩非虽然很聪明，写的文章非常棒，但他说话的时候会结巴。这个小毛病让秦国的国王对他第一印象不太好，就不再接见他了。当时在秦国，还有一个人叫李斯。李斯是韩非以前的同学，他知道韩非是聪明的人。李斯害怕，如果国王发现韩非有多厉害，自己可能就会失去国王的喜爱。于是李斯联合姚贾欺骗国王，说韩非做了坏事，其实韩非是无辜的。但国王还是相信了李斯的话，就把韩非关进了监狱。韩非在监狱里很难过，他想见国王解释自己是无辜的，但是没有机会。李斯怕韩非会说出真相，就偷偷的在韩非的食物里放了毒药。可怜的韩非就这样在监狱里去世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国王终于明白了真相，他感到非常后悔。国王派人去监狱想要放韩非出来，但是已经太晚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秦国国王为什么那么想见韩非吗？因为他在《韩非子》这本书里看到了很多有趣又有道理的故事。其中有一个故事，就是自相矛盾这个成语的由来。故事是这样的：很久很久以前，在楚国有一个卖盾和矛的商人。这个商人为了卖出自己的商品，总是夸大其词。有一天，他拿出一面盾，对围观的人说：“看看我的盾吧，这可是天下最坚固的盾，没有任何武器能够刺穿它。”人们听了都很惊讶，纷纷围过来看这面神奇的盾。商人接着又拿出一只矛，大声说：“瞧瞧我的矛，这可是天下最锋利的矛，没有任何东西能挡住它的攻击。”
围观的人听了更加惊讶了。这时，有个聪明的小朋友问道：那么，如果用你的矛去刺你的盾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商人听了这个问题，一时语塞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因为如果盾真的那么坚固，矛就不可能刺穿它；如果矛真的那么锋利，盾就不可能挡住它。无论怎么回答，商人之前的话都会被证明是假的。围观的人听了小朋友的问题，都哈哈大笑起来。他们发现商人的话前后矛盾，自己打自己的脸。韩非用这个故事来说明，一个人的言行如果前后不一致，就会失去别人的信任。他认为，一个好的统治者应该言行一致，说到做到，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。在《韩非子》书中还有一个故事，也是让秦王惊为天人的文章，我们也来看看一下韩非的5度是怎么说的，为什么让秦王这么喜欢呢？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地球上的人类还很少，但是动物却非常多。那时候的人们常常被野兽和蛇虫伤害，生活得很辛苦。有一天，来了一位聪明的人，他教大家用树枝和树叶盖房子，这样就可以躲避野兽的攻击了。大家都很开心，就选他当国王，叫他有朝事。后来又来了另一位聪明人，他发现人们吃生的食物常常会肚子痛，于是他教大家用木头摩擦生火，把食物煮熟再吃。大家觉得这个主意太棒了，就选他当新的国王，叫他燧人氏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发生了一场大洪水。这时候有2个叫鲧和禹的人想办法把洪水引到海里去，解决了水患问题。再后来，有2个暴君叫桀和纣，欺负老百姓，于是有2个英雄叫汤和武起来推翻了他们，建立了新的朝代。如果现在有人还想用造树屋或者钻木取火的老方法来治理国家，肯定会被人笑话。同样的，如果现在还有人想用以前治水或打仗的方法来解决现代问题，也会被笑话。所以，聪明人不会一味地模仿古人的做法，而是要根据现在的情况来想办法。就像现在的问题，需要用现在的方法来解决，用老方法是不行的。从前宋国有个农夫，他在田里看到一只兔子撞到树桩上摔死了。农民心想，往后每日都会有野兔自行撞死，于是就放弃种田了，天天守在树桩旁边等兔子撞死。结果当然是白等，还被大家笑话了一番。如果现在有人想用古代的方法来治理现代社会，就跟那个傻傻等兔子的农夫一样可笑。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要与时俱进，不能死守老方法，要根据现实情况来解决问题。韩非通过守株待兔的故事，批评了那些固守成规、不思进取的行为。他认为，一味的模仿古人的政策来治理当代的人民，就如同那个守着树桩等待兔子的愚蠢农夫。这个小故事虽然简单，但包含深刻的人生哲理，才会流传至今，成为家喻户晓的成语“守株待兔”的由来。后来，秦始皇统一了中国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。在治理国家的时候，他就采用了很多韩非的想法，比如制定严格的法律，奖励做好事的人，惩罚做坏事的人。虽然秦朝很快就灭亡了，但是韩非的很多想法却一直影响着后来的中国。直到今天，我们还能在中国的政治和法律中看到韩非思想的影子。小朋友们，通过韩非的故事告诉我们很多道理。1. 不要只看表面，韩非说话结巴，但他的思想很深刻。我们要学会欣赏每个人的优点。2. 嫉妒是不好的，李斯嫉妒韩非的才能，结果做了坏事。我们应该欣赏并学习别人的优点才对。3. 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坏话，秦国国王太快相信了李斯他们的谎言。我们要学会独立判断思考，不要人云亦云。小朋友们，虽然韩非的故事有点悲伤，但韩非的故事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可能会遇到像韩非这样有些不同的人，也可能会遇到像李斯这样嫉妒别人的人。但是，我们要做一个善良、正直的人，像故事最后的国王一样，
懂得反省，承认自己的错误。小朋友们，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。记得保持思考的习惯，让我们一起学习，一起成长，成为更好的人。下次我们还会带来更多有趣的故事，别忘了按赞、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更多的精彩故事了。祝你有美好的一天，下次见。